police fire ambulance. I need help. What's Yeah, going please. on? What do you need? Police? Ma'am. Somebody shot my husband. Henry. Henry. Did somebody break into your house? Yes, somebody in that house just shot at him. Ma'am, is the person that shot your husband still in here? You don't know?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that bedroom. I want you to stay. I need help. 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弗米利恩市。该市位于俄亥俄州北部，紧邻伊利湖和弗米利恩河，常住人口大约1万人，是伊利县和洛兰县的一个渔港城市。主人公杰瑞米出生于1973年7月7日，他是俄亥俄州本地人，早年生活在缺乏父亲管束的单亲家庭。或许正是由于父亲的缺席，杰瑞米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从不在乎任何人的感受，甚至可以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处事风格对他以后的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让他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尤其在1999年，杰瑞米爱上了好朋友的女朋友朱琳，并为此抛弃了原来的未婚妻。这让他的名声急转直下，成为了朋友圈中人人唾弃的对象。不过即便如此，朱琳依然答应了杰瑞米的追求。一方面，杰瑞米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并且当时正在筹备开办自己的树木护理公司，发展前景明显优于朱琳的现任男朋友。另一方面，朱琳在少年时期曾遭到过亲生父亲的身体霸凌，这让他产生了补偿心理，渴望通过结交强势伴侣寻找缺失的安全感。因此，杰瑞米与朱琳的关系发展十分迅速，仅仅半年后，两人便步入婚姻，成为了夫妻。1999年9月，也就是结婚的1个月后，杰瑞米筹备的树木护理公司正式营业。出于公司的发展考虑，他将办公地点设在了住所旁边的谷仓。这样一来就能减少很多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不过公司部分也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杰瑞米为人苛刻，员工们难免心生不满。为此，他在住所附近安装了大量安防设备，并圈养了4条看门犬，以防遭到报复。接下来的几年里，杰瑞米与朱琳一直忙于2件事情，一是努力扩大公司规模，赚取更多的收入。二是四处求医问药，试图解决朱琳因早年遭到侵犯导致的不孕问题。对于杰瑞米和朱琳而言，生育子女远比经营公司更为重要，因为他们都来自情感缺失的家庭，渴望通过成为父母填补内心的空缺。然而这个愿望终究未能实现。结婚10年后，厄运突然降临，一场可怕的灾难发生了。2009年11月18日早上6点06分，当地警局接到朱琳的报警电话，称有人闯入他们家射杀了杰瑞米，并且凶手似乎还未离开，急需警方的帮助。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抵达现场。为了确保安全，他们首先排查了1楼的各个角落，确定没有威胁后，又来到了2楼的卧室区。透过门缝的灯光，警方确定了朱琳所在的房间。在表明身份后，紧锁的卧室门缓缓打开，身披浴巾、满脸血迹的朱琳赫然出现在警方面前。她看上去非常惊恐，眼神中充满绝望，一直不停哀求警方快点救救杰瑞米。警方检查了杰瑞米的情况，但已经无力回天。他死在了靠近门口的床边，身上没有穿着衣物，头部有一处致命枪伤。听到杰瑞米已经失去抢救机会，朱琳彻底崩溃，开始不受控制的大喊大叫，严重干扰了警方的调查工作。鉴于朱琳情绪不稳定，且身上遍布血迹，警方出于保护现场和安全考虑，立即将朱琳带离住所，并呼叫了医疗支援。大约上午9点，朱琳被急救人员送到医院接受检查。与此同时，警方也在现场展开了调查工作。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住所内外精心布置的安全措施，从远处的警示牌到院子里的看门犬，再到门窗上的红外报警装置，这些足以说明凶手可能是熟悉的人，否则很难做到悄无声息地进入住所，更别说实施谋杀。
其次，警方在住所的后门口找到了一副黑色手套，又在靠近后门的餐厅发现了一把.357口径的左轮手枪。鉴于这把枪的弹仓里有一枚空弹壳，而杰瑞米的身上又只有一处枪伤，因此警方认为这把枪应该是凶器，门口的黑色手套也可能与本案有关。检查完1楼的情况后，警方又来到了2楼的卧室，结果他们有了更加奇怪的发现。只见靠近尸体一侧的橱柜抽屉里有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地上和墙面还有开枪后留下的弹壳和弹孔，而另一侧的橱柜抽屉里则放着几张朱琳被绳索束缚的照片，地上有一个带有吸盘的私密道具，隔壁的卫生间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男性仿真器具。警方仔细端详了这些物品，又看了看杰瑞米一丝不挂的尸体，内心不由产生了疑问。卧室到底发生了什么？地上为何会有私密道具？更为重要的是，朱琳在照片中表现得异常痛苦，她是否自愿拍摄了这些照片，又是否自愿接受了杰瑞米的特殊癖好？为了解决这些疑问，警方前往医院询问了当事人朱琳。Were there a reason that the marital aids were left out in the open like that? We use them often. Okay. There are pictures where pain is being inflicted upon you. Are you saying that you are a willing participant for all of that? I was a willing participant in everything that went on in the bedroom. There was none of that you were ever forced to do? No. 朱琳表示，她与杰瑞米的感情很好，结婚10年来，两人从未发生过婚外情或者损害家庭和谐的事情。原因主要在于他们都喜欢新鲜刺激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警方发现的那些私密道具和拍摄的特殊照片，这些只是他们增进夫妻情感的方式，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警方最关心的事发经过，朱琳也给出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据他所说，杰瑞米在案发那晚睡得很早，并且一直在打呼噜，这让朱琳很难入睡，直到夜里11点还在床上辗转反侧，所以他后来去了3楼的阁楼，睡在了沙发上。不知道过了多久，2楼卧室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正在熟睡的朱琳几乎瞬间惊醒，立刻从沙发上坐了起来。虽然着实吓了一跳，但朱琳当时并未多想，以为只是杰瑞米在驱赶窗外的野生动物。于是片刻后，朱琳毫无防备地来到了2楼卧室，准备回到舒适的床上继续入睡。然而她刚准备躺下，接着就感觉枕头旁边湿漉漉的，周围遍布温热的液体。随后她开灯一看，发现杰瑞米遭到了枪击，枕头上已经遍布血迹。正当朱琳准备检查杰瑞米的情况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随着声音越来越近，朱琳也愈发感到紧张。情急之下，她拿起床边的手枪，对着门口连开了几枪。直到走廊里的脚步声逐渐消失，朱琳才壮着胆子锁上房门，然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After you fired a couple shots, now you called the police, correct? What did you do until the police got there? They said to pull him off the bed? Oh, okay. To do CPR? 朱琳的说法解答了警方的疑问。虽然在接下来的问话中，他没有提供有关凶手的线索，但是提到了一件较为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在案发前段时间，小偷偷到了他们住所旁边的谷仓。这表明安防设备可能并不可靠，也为警方提供了调查方向。因此问话结束后，朱琳被允许自由离开。由于她没有受伤，很快就被母亲从医院接走，而警方则返回现场，再次展开了调查工作。首先，他们查看了住所的监控，但并未发现凶手的身影，甚至没有看到可疑人员。接着，他们又检查了住所是否遭到过洗劫，结果也没有发现相关迹象。除了厨房有一把倒地的椅子，房间内似乎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尽管这一切与朱琳的描述存在出入，但警方很快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监控没有拍到凶手，只是因为存在视野盲区，而住所没有遭到洗劫，可能是朱琳的反击打乱了凶手的计划，或者凶手的动机只是为了报复。因此，警方决定调查与杰瑞米有过过节，并且对其住所较为熟悉的人。
因为这些人最有可能找到杰瑞米家的安全漏洞，从而躲避监控实施谋杀。为了尽快找到相关线索，警方选择了借助群众的力量，但是没想到群众里面有坏人。首先，一名叫戴安娜的女子举报了杰瑞米的邻居詹姆斯，声称他与本案存在关系。We'll start with the tip that you called in. Just say there was a James Foster Street that was known to have pointed a weapon at a friend of yours. Yeah. 警方很快审问了詹姆斯，但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Why would she call 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say we should look at you related to the Simcoe homicide? Diana said that? As far as I know, Diana didn't even know that I knew the Simcoes. Okay. But Diana had been at my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Why would she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Spiteful. That's it? It was just a brief affair. Drop Diana. 最终经过警方证实，戴安娜的举报只是因为不满詹姆斯提出分手，想要借助警方打击报复。后来又有一位男士举报，表示曾在杰瑞米家门口看到过一辆疑似盯梢的可疑汽车，并且还向警方提供了车牌。警方同样进行了调查，但结果又是因为感情纠纷引发的报复。I mean, we were kind of sneaking around because my divorce hadn't gone through yet, and so we didn't want to be out in public a whole lot. That was just kind of where we would meet. We did that for a couple of months.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整天后，警方不仅没有任何收获，反而酿成了重大工作失误。起因是他们在调查期间没有看管案发现场，这导致有人闯入其中，盗走了住所内的大量贵重物品。更加离奇的是，警方最初并不知情，直到接到朱琳的报警电话才得知了这件事情。稍微插一句题外话，其实负责本案的警局和警探并没有太多凶杀案的办案经验，因为在过去的15年里，当地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案件，他们平时处理的多数都是治安案件，所以有些工作做得并不仔细。但是不管怎样，这起盗窃事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不过他们的关注点有些奇怪，没有质疑朱琳为何在案发第二天私自进入案发现场，而是认为这起盗窃案可能与凶手有关，甚至觉得凶手是为了弥补之前没有洗劫住所而采取的补偿措施，这反而让他们更加相信了朱琳。因此事发后，警方仅仅收走了住所内可能存在线索的物品，没有就盗窃案本身展开调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警方在错误的调查路上越走越远，远到连朱琳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在案发1周后的追悼会上，朱琳竟然当着警察的面公然向朋友们暗示了自己与本案存在关系。Patrolman Spores in the past had done tree service work for the Simcoes, so he actually knew them. Corey went to the wake, and while he was there, he stated that Julian Simcoe was talking to some people, and she mentioned to them, I'd like to tell you what really happened, but I can't. 朱琳的可疑表现终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进一步调查，他们果然发现了潜在证据。首先，尸检和物证检测表明，杰瑞米死于案发现场的那把大口径左轮手枪。法医根据枪伤判断，杰瑞米在遭到枪击时，头部距离手枪只有不到3英寸，所以正常情况下，左轮手枪应该会沾染杰瑞米的血迹。但是这把枪既没有检测到一丁点血迹，也没有发现指纹信息，这表明凶手事后仔细清理了手枪上的犯罪证据，也反驳了朱琳当时所描述的紧张情况。其次，警方通过检查现场收集的相关物品，发现了一份长达14页的情趣游戏免责协议。虽然他们早已知道杰瑞米的特殊癖好，但不知道的是，原来杰瑞米在游戏中扮演了朱琳的父亲，也就是两人以妇女为名进行特殊的游戏活动，这就成为了导致谋杀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朱琳早年经常遭到亲生父亲的打骂和不可描述的身体霸凌，这给他造成了很大伤害，显然不可能喜欢杰瑞米安排的角色。另一方面，杰瑞米的行为也像极了朱琳的亲生父亲，具体来说，就是他们的游戏内容会涉及一些让朱琳感到痛苦的事情。所以杰瑞米的特殊癖好等于让朱琳重新体验了早年的不幸遭遇，
这可能会引发他对亲生父亲的恨意，并将对父亲的不满发泄到杰瑞米身上。实际上，警方确实找到了相关依据。根据朱琳的电脑浏览记录显示，他在案发前一天曾多次搜索过已故父亲的讣告，这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再现表现，反映了他对童年创伤的有意识追溯。然而，尽管警方已经掌握了案情真相，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仍然无法对朱琳采取任何措施。直到案发4年后，他们找到了一位身份特殊的证人，本案才得以顺利结束。Can you just describe what you recall from that morning? She went into room 9. I went in to triage her. I noticed that she had blood all over her hands, her face, everywhere splattered. I asked her, so what's going on? And she mumbled something. I thought that she had said, I shot my husband. 这位证人名叫安娜，也就是当初为朱琳评估伤势的护士。她向警方作证说，朱琳曾亲口承认开枪打死了杰瑞米。实际上，警方早就听说了这件事情，但由于安娜是一位医护人员，受到法律约束，不能随便泄露病人的隐私，所以说服她作证花费了很长时间。但不管怎样，警方已经掌握了较为充分的间接证据，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朱琳。在接下来的审问中，虽然朱琳没有承认罪行，但是回应了警方的质疑，尤其在两人的情绪生活方面给出了相当详细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朱琳回应了大部分质疑，但唯独没有解释为何浏览父亲的讣告网站，因此警方更加确定了朱琳的犯罪动机主要是不满杰瑞米的特殊癖好，而他的电脑浏览记录也成为了关键的间接证据。2017年11月20日，案发8年后，本案开庭审理，最终朱琳因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28年至终身监禁，预计2045年将有资格获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